我最后一次啦。拍 Evo 的影片应该是在前年，那时候是在台湾了哈，左驾。今天这一集的 QCCS 右驾，而且是看到我身后吗？2架。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一集的 QCCS， 我是 Hiwei。今天这一集哈，非常难得，我找到 Evo X Final Edition， 在我的身后就是 Evo X Final Edition， 然后那一辆是 Evo X 啊。不过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Evo 啦，因为我不是 Evo 的 Gaki， 我也不是 Evo 的 fans。车主是谁呢？我相信你们有看我的 video， 应该会有看过他啦。我是 Davis Law， 很开心了哈，他让这么不专业的我来 review 他的车了哈。我不是 Evo 的 fans 啦，你可以跟我讲，我在这一辆 Evo Final Edition 啊，我能够看到什么，跟期待什么吗？应该就是跟普通的 Evo 一样，只是有一个 Final Edition 在屁股那边慢了慢。啊，是吗？是这样吗？力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啦，跟他们讲再见了，跟你做好一点的一架出来，真的是最后一代的了。对，这个 Final Edition 就是他们讲拜拜 Sayonara， 他们只做手牙对吗？只做手牙对，1000辆在亚洲，1000辆在那些 left hand drive 的国家。哇，所以很难的哎。简单的来讲一下，你这个车几时买的？才刚刚到2个星期罢了啊。哦，才刚到2个星期。新的是没有好买了啊，全部是找 recon 的。几年车了？2015年了。什么是 QCCS 啊 ？QCCS 你不懂什么意思哎 ？QCCS 就是英文翻译过来的青菜 car show。我什么都不懂的吗？我乱来的吗？OK， 继续。这辆车2015年的啦，方便透露一下你买多少钱吗？不方便讲。不方便 ，No problem。为什么你会买这个 Evo Final Edition？ 因为买到另外一辆也不爽，所以才买到这辆。另外一辆那个也是 Evo 10啊，只是 Auto 罢了啦。那个也像是 Auto 的，还有一方面也是老婆一直跟我抢价那辆，我就没有办法要买多一辆来自己加一下。1000辆哦，找得到当然买了。已经找6个月了才到。日本人呢，硬的不要放，买来来做 collection， 就刚刚好，嘿找到一个人要卖，也是准跟我那辆一样的颜色，就讲 on 立刻 on。所以你买到来，现在什么都还没有去弄啦，还没有改过的，也不想改，很好价了。对，这样子讲就 remind 到我以前有采访过一个 Evo 车主，他也是讲原装的 Evo 是最好驾，也是最容易驾的。没错。改了之后，那个就是个人的了，就是可能他喜欢驾，我不喜欢驾他的车。但是那个 rim 不一样了哦。没有啊 ，BBS 它原装的 rim 吗？原装了，原装就这样了。对，它有2款 rim， 就是你买普通版的，它就给 NK rim 18寸也是重一点。如果 BBS 那些比较 high performance 的 package， 他们就给了。Final Edition 他们原装了也是给 BBS。跟你讲拜拜的时候，全部都是要放最好的下去，一次过，不懂是不是剩下货啦？ OK， 好，这样我们就来参观一下他的车。OK， 其实啊，这个跟 Evo 10啦有什么分别啊？椅子也是看起来是有一点比较特别一点咯，旁边也是红色的这样子的 stitching， 这个也是红色的啦。另外一辆的时候，它的那个椅子就感觉到比较不一样，比较窄一点，比较硬一点的。这个比较舒服。就是那一辆。哦，那一辆。OK。 我们可以在这边牙鬓这边有看到 Final Edition， 现在拍的不清楚。OK， 基本上里面这些都是原装哦，没有动过哦，没有动过的，非常的干净。后面是没有什么的，后面它只是一直的 stitching 这里红色的跟给那个 Final Edition 这样子的。啊，这边红色的，这个简直是家庭用的车啊。 OK， 然后你 start 车的时候，他只是那边跟你讲多一个是 Final Edition， 要给你肯定是 Final Edition 这样子。Evolution Final Edition， 哦，还是用锁匙哦？没有，它那个只是 turn 的，不是 press start 啊，也是 keyless 啦。哎 ，keyless 放在这边，这个来转罢了。哦，蓝色是没有这个的，这个只有 Evo 有。哦，这个。
OK， 不懂你们看到吗？有一点拱起来的啊，所以这个是 Evo 油，所以那些阿 Ben 哥又是改蓝色的，你就知道看到这个。哎，你这样子破人家康头一样喂。后面就是这样子，有一个 logo， 这证明说啊，1000两里面啦，我买到哦。咦？哦，它电池在后面，然后它的这个是它的水哨哦，怎么会？哎呀，不过微放东西，它的电池跟水哨的就在后面。最主要是我要看这个有没有 spare tire， 就是为了不要有重量，没有 spare tire， 涂罢了。它帮你打风油啦。所以这个可以肯定很原装，连 exhaust 都是那个非常原装的，可以看得出。再来多一个，那些阿 Ben 哥改蓝车的话啊，你也看得出，因为Evo 是四方的，蓝色是圆的。如果讲到这个啊，好像他们阿 Ben 哥啦，他们也是出本钱拿来改四方的哦，也是有。割不到，是割到车身的，是吗？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 Evo 10 Final Edition。OK， 再来，我们现在就看另外一辆，也是 Evo 10，但是不是 Final Edition 啦？它是 Auto 的，简单介绍一下这辆你有改了什么？Turbo 也改了 ，Wastegate、Radiator、Intercooler 都换了，Exhaust 头到尾全部换到完。HKS 的电板也改了 ，HKS 的 F-Con V Pro、Boost Controller、Disc Brake 也改了 ，Rim 也换了，换去比较轻一点啦。然后所有能够改的 Carbon Fiber 也改下去了。车头的 Bonnet、车尾的 Spoiler 跟 Boot， 然后 Diffuser 也是，真的是。不懂多少钱了哈，他是不要讲的 ，no。这个 Auto 的你也是刚买吗？前2年买的，前2年买的啦，就是加 Auto， 没有 feel， 所以才收押啦。一方面呢，像我讲的这样，老婆每天跟我抢着嫁了，我就找多一辆，用那个借口来找多一辆来，哇，厉害。就是给 daily drive 他就每天加咯，现在。所以 Evo 10也是可以 daily drive 的，不过 auto 的啦，手压的应该会比较麻烦一点啦哈。还能够期待什么呢？我在这辆车，我因为从小到大就是喜欢玩音响的，这两个音响全部也改到玩了啦。什么牌的啊？你可以强调一下吗 ？Brax Audio-Tech Fisher Brax Brax， 那个是 processor 电池啊，这个是 processor。Sound processor。然后这边是它的 amplifier， 下面还有一粒了，不过看不到了。不过位置白了，Evo 太小了。没有，那个是电池，这个是 capacitor。这个是电池，这个是 capacitor。500发达啊，找不到的。500发达啊，我看一下，500发达。我不懂他在强调为什么要强调500发达啦？他们以前不是放黑色一粒一粒的这样的大粒的，那个这样小粒的一粒等于500粒的了。懂他在讲什么啦？500发达，留言。Comment down below. G ready. 哇哦，这个好像就是最新版本的哦。啊，对呀、你看 Dragon Ball 吗？他们每次放在眼睛那个差不多一样的东西。这辆是非常注重音响的 Clarion， confirm 是 Auto 的 SST 换过了。然后你坐这的这个 Recaro 也是定做的，就是跟你讲过了，上一次他们原装的那个椅子坐了特别不舒服。因为我人大只。哦。每次会夹到我的2粒golf ball。就不好做。夹到啊！夹到下车的时候立刻一下这样啊，然后椅子的 frame 全部看得出是 Recaro 真正的。看到没有？这种太 details 啊，真的。不识货的人根本不会去看 details， 然后这个是来调音响的东西的，调音响的东西，我还以为这个是调 boost controller 的。OK， 这个是 boost controller， 什么牌的啊？这个 HKS， 你改了，你的 boost 大概是多少啊？看到最高的他们 set 到也是150 kPa 啊。G Ready 那个表很特别啦。因为我在杂志上看到那个表，买很贵哦，买很贵哦。Brake 盘也是改过的 ，Gyro this 啊，美国牌啊。不过这个是比较轻一点的，比较轻一点哦。OK， 我们再看原装的，是原装 Brembo 的。
原装就是这样子，它没有一条一条线啊哈。这个前面也是换过了哦，原装的。我这样子看啦，你老婆的车好像比较紧超哦。就是咯。晚上拆一下再搬一下就 OK 了了。那个你看这个 intercooler piping 也换到完了，A intake 换到完也是 AEM 的 AEM 哦，因为它的赫兹比较漂亮，也是很多人介绍的这个牌子。这个打开可以看到Fuel Railing HKS 穿着 amplifier 吧，给那个 spark plug 的。据说啦，你这个也是买了这些东西改了，叫日本人来 tune 的。对啊，他们上去文莱的时候就车也加上文莱咯，用他们那边的 dyno 跟我再 dyno 过，然后 tune 跑到路上再 tune 过多一次。多少匹啊？382马力吧。382扭力呢？就不太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忘记去念到。哦，它有这个 graph， 我看一下是咯，没有，真的是没有扭力。这个是几时 tune 的？这个是71年 tune 的。这个车是老婆 Daily Drive Evo 10，好像想不要加的。因为我每次表迟醒啊，他就先拿掉我锁匙，快点加走。没有想到老婆加的还比较好像比较多料一点呢。Radiator Mishimoto，Intercooler 也是 Mishimoto 的 ，Oil Cooler 也是。OK， 多 Oil Cooler， 然后里面是 Mishimoto 的 SST 的 Radiator。哦，看到。这个比较特别，诶，是软的，软的啊，比较有 p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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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的声音的。所以这个是 carbon fiber 了 ，SEIBON。看了这个，我们再去看一下，对比一下，看一下会不会差很远。这个 confirm 不是 carbon，这个全部原装的。哦哟，连 p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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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啊没有哦，哎，真的是没有哦，在这边，所以哦，它原装就是没有铁的，软的，变成 boost， 它可能会不顺的，不顺，对，它会膨胀啦。这个都没有这样漂亮哦，你看这个，可以啦，原装呗，不用改了。所以就原装的就是这样子，也没有什么 Mishimoto radiator， 不过真的是很干净哦，4年的车了。话不多说了哈，我觉得今天因为已经很迟了，我们慢一点再拍一个试驾的 video， 放心给我加一下嘛。没问题，没问题啊。手压的。今天不是今天啦，我们跳一下就到隔天了 ，OK。终于来到试驾的一天了。坐进来这辆车呢，其实刚才我有调了椅子啦，椅子就是很普通的，没有用那种 fancy 的电子的东西，它是 keyless 的。这次啊，可以讲算是啊，我正式啊第一次真正的开 Evo X 哦。其实，在台湾我也是有开过，只是稍微加一下罢了，安全第一，没有人在我的旁边，我自己一个人，非常感谢这位车主这样相信我哈。Oh my god， 加 Evo。哦，我发现啊，我只要我非常兴奋的时候，我就会发出这种笑声。时间也非常有限，我就跟你们分享啦，我驾这辆 Evo 的感想的感觉是怎样。深踩油门，哦，它的力不是马上来的那一种哦，难怪他的老婆会驾得到这个车啦，就是非常容易驾的。然后我们现在过稍微比较不平整的路，看一下 Evo X Auto 感觉是怎样呢？这样不平整的路都可以，我讲话没有杂声。去到120了很稳的感觉哦。哇，过这种黄线哦，没有那种，就是那种杂声啊，很 solid 很 solid。SST， 路口会比较 lag 一点。
它力是差不多到4000过后才会 feel 到它的 turbo 开 wastegate 开 ，turbo is the best。现在我也看着这个 Greedy 表啊，正版的，它的透明，但是我驾车看过去还是很明显可以看到它的油压啊、油温啊、水温数字都可以看得到，让我对这种表改观嘛。因为之前我感觉这种表好像不实用，看不到它是透明的嘛。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啦？就是平常我走这一段路，我的车呢就会咚咚咚咚咚咚很吵，很多杂声啊。这个完全是我已经不知不觉已经走完了，推上去 ，Sport 一推上去 Sport 呢，马上可以看到它5号牙直接跳去3号牙，转速就在3000。不敢想象，车主的老婆开这个车是怎样驾哦。如果他是敢踩油门的话，还是会有那个紧张感的哈。重踩油门。终于来到比较安全的直路，我们来 try 一下400米。OK， 先这样子 auto 的。我不要 launch， 因为这是人家车，而且是 auto 的，压箱很容易坏啦。如果拿来 launch 啦 ，auto 啦，所以就这样子开。我猜啦，我还没有看了哈，应该有16秒还是15秒？哇，14.38，这个是应该我有史以来试过这么快的车了耶！哇！我觉得等下还是一样用 auto 啦，我不要用它的 pedal shift， 因为我不会用，而且也不熟这个车，就给它 auto 就可以了 ，auto 就可以14.38了 ，4 wheel 稳，我也没有用 launch control 啦，所以没有感受到那种窒息的感觉。再试多一次就 OK 了，试多一次就 OK 了。14.22，去到终点是171.8，好吧，这样子就现在去 try 一下手牙 Evo X Final Edition， 加起来会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呢？哦，进来呢是手牙的，它的 turning ratio 就角度很小哈，推这两个车都感觉有压力哦。现在我就坐上了 Final Edition。当然，为什么我会换了衣服呢？因为已经是隔几天了。哇，这个牙柄很 solid 啊，很 solid， 很 solid。OK， 这辆刚才我这样稍微 lap 油踩油门呢，它会感觉像那辆 auto 的。这样暴力，这个真的是原装，这个是 5 Speed Manual， 然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Lancer Evolution Final Edition JP0474， 它是第474辆，可是没有看这个哦，有镜子哦，这个的椅子呢，我就比较喜欢哦，适合我啦，因为它这个椅子呢包覆性
爆炸也是蛮不错的 ，clutch 也不会讲像 racing 的那种一放它就动。哇，它的 steering 感觉像你懂吗？我的车有做toe out的 setting 那种感觉，你转一点它就很明显了。哇哦！很solid，过那些黄色的我们叫缓冲线吗？也不会讲车子有任何的噪音。这个加速起来是有一点推背感，但是没有讲很厉害的推背感啊，很好开嘞。但是它放慢了啊 ，steering 好像又没有那么，就整个感觉变掉去耶，神奇哦！在这个小巷开，真的是很容易开的一辆车啦。clutch 也不会讲很硬，真的是 steering 转起来的感觉不一样，真的没有骗你们，跑快的时候跟慢的时候感觉不一样。这个车我没有办法形容，加快它的 steering 的 response 啊，真的是不一样的哦。你转一点它就弯了，真的是没有听到噪声。OK， brake 也是 OK， 原装的就已经很好了。呀，真的是很容易进，不会像有些会卡着在那边啊。不懂我盼望多少久了啊？加这个 Final Edition， 这边是没有 pedal 的哦。你看它 steering 是没有 pedal 的哦。原装的加起来就已经是很 perfect 了啦，我觉得啦。OK， 一如往常，我们已经到了安全的直路，现在我们就用 P gear 来测试它的0.4，我猜啦，刚才我这样子架过来啦，它的力其实也没有很多，我觉得应该16秒这样子啦。其实我会每次 video 都这样子试嘞，就是给观众大概的知道一下这辆车到底有多快，它的马力你们可以从这边猜到底是多少啦哈。System checked OK. Proceed to test. OK， 是400米。应该是16秒，哇，15.15哎，15.15，不错哎。但是 launch 我刚才 launch 的不好啦，有错一下。OK， 我再试多一次了哈，就结束这一个影片。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哇，14.73，这个有做 launch 了哈，但是我也是 launch 不好。其实他们讲4轮的车还有 turbo 的车嘞 ，launch 的方法又不一样。anti lag 为什么会在 turbo 的车嘞？就是这样，因为你踩到4000转的时候还有 boost 嘛，刚才我踩到4000转可能没有 boost， 所以整个车就会软掉。开了 Evo X
Final Edition 手牙嘞，有多少人有这个机会开到这辆车？最后的感想哈，这辆 Evo X Final Edition 呢，并不是很难开，很 solid。这辆车保养的非常好，真是很像新车这样。两辆比较起来的话，我当然喜欢这辆了，因为这辆是手牙，然后它的椅子呢包覆性很好，这个下赛道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用。车子也是很简单，看起来不会很复杂，不会太多那种电子的东西。我开的 Evo X 手牙 Final Edition， 如果你们喜欢看到我采访这种车子非常经典的车子，请大力的点个赞，还有分享，不要忘记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我是 Hiwei， 还有点击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的影片。这辆车真的有钱也是买不到了。我们下一集见。你有看到最后 ，yes 就可以看到这一集200集的彩蛋，耶 ！QCCS， 哇，我没有想到这样不知不觉已经拍了200集的 QCCS， 谁拍一个 video 可以坚持拍到200集，真的是不简单啊！当然，在这个 QCCS 第200集呢，我要特别感谢观众们的支持，因为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也不可能会拍到今时今日啦。以前为什么我要拍这个系列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当初我是想要透过影片分享汽车的资讯改装车、赛车活动、汽车活动，想要透过我的这种不专业的影片来呈现给大家看，因为我是觉得你要学习的话呢，你就不要怕了。像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现在可能也不是讲很专业，但是至少基本的东西应该知道的都知道了。除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也要感谢在我赛车生涯帮助过我的各位，还有各位赞助商曾经赞助过我给我钱的，其实我也就不一一在这边说了，因为我怕讲漏了，你们自己知道就好了，谁有帮过我。总之有关汽车的，我还是会不忘出来继续拍，继续分享任何的改装或者是比赛活动、汽车活动、汽车改装品，希望你们会喜欢我这一系列的影片。So 我们下一集见。